代际大雕啊，很不幸的太监真的打起来了，这是我很不乐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本来打算今年年底带全家去清迈玩，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柬埔寨护照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入境泰国了。其实我去越南、去印尼，他们给我的免签都是30天，只有去泰国是15天，就可以看出其实泰国对柬埔寨本来就不是特别友善。目前台湾的媒体报道或者是说自媒体的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泰国的资讯。也就是泰国本位的报道，比较少有就是柬埔寨本位的资讯或者是观点。就连泰国现在正在放出一个舆论假消息，就是说洪森已经搭私人的专机已经逃跑了。这件事情台湾是当正规新闻的报。事实上，其实洪森，我先说，其实我并不喜欢洪森，但是你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柬埔寨有今天不是共产党全都是要靠洪森。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丢了一颗眼睛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会遇事逃跑的人。那最多台湾的网友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柬埔寨凭什么敢跟泰国开战？对啊，这是一个关键。柬埔寨凭什么？如果今天你是柬埔寨的领导人，当一个账面军事数据这么悬殊的状态下，你会想要开战吗？现在柬埔寨的国家领导人不是洪森，是他的儿子洪马内，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讲简单点，就是喝过洋墨水，然后又有实际的军权，他不可能会不懂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讲这个，其实我只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柬埔寨并不主战。从柬埔寨人的一个观点，其实柬埔寨一点都不想要跟泰国打起来。我们好不容易就是国家已经发展到一个不错的水平了，在台湾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懂柬埔寨，会以为说柬埔寨还是很落后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其实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的水平的，没有到先进。也没有到很强，但是称不上落后。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其实对大部分的柬埔寨人来讲，包括洪马内他本人，一定会觉得说，能不战就不战，谁会想要战争？所以这一场必然是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因为虽然说争议的边境本来是柬埔寨的领土，应该说整个泰国的文化、泰国的遗迹那些都是高棉帝国时期所留下的遗产。可是柬埔寨人不会不知道说，我们已经拿不回来了这件事情，就跟反攻大陆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大家是务实的，所以主战本身就没什么意义的事情。所以归根究底，一个柬埔寨人的立场来看，我当然会更相信泰国先挑衅、泰国先开第一枪这种说法，但我不是要来说服各位去相信这件事情的。我是想就台湾网友的立场，就是为什么柬埔寨敢跟泰国开战？从账面数据来看，当然泰国在经济跟军事的数据都远远高于柬埔寨。如果我们排除掉所有其他的因素来说，柬埔寨跟泰国开打，那肯定是柬埔寨吃亏。但我想到的第一点是，泰国其实经不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光脚不怕穿鞋的。对柬埔寨来说，战争顶多就是再倒退个10年。对于很多柬埔寨人来讲，其实10年前、20年前跟现在的生活没有差太多，他们承受得起。但是泰国有1/5的 GDP 贡献都来自于观光产业。一个战争的国家，你觉得它的观光还发展得起来吗？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泰国的经济的薄弱点，就是说它从8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开发中国家了，到现在还是到不了发达国家。现在泰国的 GDP 也几乎快要被越南给追平了。越南是一个打了20年战争还被禁运好几十年的一个国家，预估可能2030年了，越南应该就可以彻底的超越了泰国。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泰国发展这么久，它有一个隐忧在，就是它的军方还有它的政治这一块，我们以后有空再聊。但简单说，如果真的是全面战争的话，我个人认为泰国其实会吃更多的亏，对泰国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会远远大于柬埔寨。所以柬埔寨不怕，是因为我本来就满身都是伤痕，我不怕跟你打。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柬埔寨很弱吗？也不完全。柬埔寨对泰是可以完全采取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柬埔寨没有昂贵的空军，但是他们有数量多
且平价的多管火箭，也就是地面火炮啦。那这种呢，对于瞬间作为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件事情是能够达到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精度其实就不高嘛，可是它在面积覆盖上其实是挺大的。那还是回归刚刚那一句话，就是泰国受不受得起这种攻击？泰国的空军可以很快速的去攻打柬埔寨的一些军事要点，但是你要知道，柬埔寨也有防空系统的。柬埔寨的防空系统啊，就是有一整套完整的中国开发的防空系统，听起来很不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从巴基斯坦跟印度那一场空战说起，为什么巴基斯坦跟印度这么悬殊的实力，却可以在空战中拿下6-0？关键就是印度的整合系统太差，并不是它的质量差，标空战机的水平也是世界数1数2的。但是你一下又是法国的，一下又是以色列的，跟所谓的纯血的中国系统比起来啊，它的整合会更差。而且我们在使用的是中国的红旗，那中国的武器到底能不能打？从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空战来看，确实是能打的。在这里我当然也不是要去肯定中国的军武什么的啦，但在军事实力上，其实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也就是说柬埔寨是可以防空的，而且这套系统理论上是有机会能够击落 F-16的。当然你要知道一枚红旗可能6000多万台币，对柬埔寨来讲到底射不射得下手也是个问题。那再来就是泰国的 F-16到底有没有电子压制，这部分我也没有做功课，所以我不知道。但如果有的话，柬埔寨的这套中国防空系统很有可能也会失效。但是我只想要表达说，就是柬埔寨不是坐在那边等他打，它是有防空系统的。那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实在不行的话，中国可能或者是可以到肯定的阶段来说，会给柬埔寨输血。那这个模式就非常像乌克兰对上俄罗斯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即便是军事账面悬殊，但是只要有人持续的输血，那打这个代理人战争呢，还是可以打得下去。从政治的局面来看，中国会不会出手的给柬埔寨输血呢？我觉得几率是很高了。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派了汪文斌去当柬埔寨的大使，就可以知道他多重视这一个东南亚的盟友。你要是说在东南亚谁能够无条件支持中国的各种政策，那肯定只剩下柬埔寨。可能缅甸有，但是其实缅甸作用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东南亚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它跟越南之间的这个南海议题，再来就是中国其实想要搞一个就是围堵越南的一个手段出现，这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议题。那他拉拢谁来围堵？当然就是最支持他的柬埔寨。柬埔寨倒下对中国来讲会非常的不利，所以我会认为在必要的关头的时候，中国肯定会给柬埔寨输血。所以我想无论是洪森或洪马内，他们肯定会比我更清楚这件事情可能性。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的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会更有底气要去跟泰国发展了一个全面战争的准备。以上都是我个人在观察东南亚以及一些之前在研究所做的一个研究，还有常年的深入的了解之下做的一个总和。它不一定完全是对的，而且带有个人的观点。这个影片呢，本质上也不是要跟各位说柬埔寨一定能够打赢，或者是说柬埔寨一定是对的那一边。我只想要弥补一些大家对柬埔寨或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的不了解的这个空白而已。如果你跟我持不同的观点，欢迎一起理性的讨论哦。就我每次做影片都很怕就是变成一个争议的议题，变成一个互相瞎谩骂的议题。我的初衷其实只是想要把我个人的观点、我的想法、我观察到的东西去跟大家分享而已。希望我在这支影片剪完发布上来的时候，两国已经停火了，不然我就真的去不了清迈。